阿昏阿玩后青春事件簿。今天是2023年的4月10日，这个时间清水寺的樱花连吹雪都过了，但是久别的清水寺我们还是要去走走的。那天我们把行李留在前一晚的住宿饭店，然后搭公车去清水寺，悠哉悠哉的走一圈，再从清水寺往下走到白板神社，前往今晚入住的高濑川 The Gate Hotel。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？等一下会告诉你。现在整个东山地区的颜色都转成青绿了，不过还是有捕捉到几张樱花的身影，稍微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啦。在前往饭店的路上，在4条小桥旁边，突然看见几棵还算是满开的樱花，大家都好开心的在拍照哦。樱花、水鸟、花筏一起入镜，很美吼。来 PK 一下，阿昏拍的和阿玩拍的，哪一个拍的更好？饭店在木屋挺通，一路沿着高濑川窄窄的河岸，两侧种满了樱花树，是闹区里一条浪漫的赏樱步道。可以想象满开的时候这里会有多美。可惜我去的时间太迟了，没有拍到。感谢在京都 long stay 的旅游达人曾明忠分享他的美照。就是前面左手边这一间高濑川，这家饭店的名称很长 The Gate Hotel Kyoto Takasegawa by Hulik， 这样念对不对？来到今天的主题，这间从废校小学华丽转身的精品饭店。这片绿色草皮让人惊艳，不自觉会想坐下躺下。如果这间饭店曾经是小学，那这草皮是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操场。我找到这张旧照片，对照一下，真的是它。你是不是开始对这间饭店的前世今生感到兴趣了？我第一次知道这家饭店是在工头坚的影片中。2022年11月，他带着自己的新书《龙马之旅》，在版本龙马继承的目前记亲自献给龙马。那晚他就住在高濑川的 Gate Hotel， 因为这里是龙马曾经住过的地方。他说穿越时空等于和龙马住在同一个位置。这位大叔的满满情怀有感动到我，但是更让我感兴趣的是，在少子化趋势中的废校能有什么再开展的可能性？一栋历史建筑的保存又有怎样的想象空间呢？这间学校就是立成小学，是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所在。日本电影发源地，哇，看起来就很厉害。这里是日本人第一次看电影的地方，被认为是日本电影的起源地。这就是立成小学的正门，也是现在饭店的入口。这是整修前的状态。入住前，先来听听学校的故事。饭店特别制作了有趣的影片，介绍立成小学的历史。1869年，明治维新从教育入手，立成小学在明治维新的第2年创校。火灾以后现地重建，是京都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的小学，也是第一座有游泳池的小学。1993年，敌不过少子化浪潮而废校。2007年，社区推动立成文化城市，活用校舍，推动成人教育，成立图书馆，延续文化集散的角色。2017年 Hulik 负责改造与活化经营。2020年，立成花园完工，成为京都新地标。整个再生计划称为立成花园，包括了饭店区、商店区、图书馆以及民众活动中心和表演厅，既维持了旧校舍的社区功能，也透过旅宿与餐饮的服务，扩大了本地人与游客的参与，达到了文化体验与交流的目的。
Hewlett 并非把旧校舍推倒重建，而是保留了主栋 Schoolhouse， 并且配合旧校舍的风格，在后方重建新建栋，新旧之间是不是完美融合？旧校舍原本就很美，是罗马式建筑风格，包括了半圆拱门、精致的浮雕、细长的窗户。特别要看的是3楼阳台开有连续拱形窗，这是昭和时期常见的学校建筑特色。新建栋为维持与旧校舍外观的一致性，外墙同样表现出水泥板的凹凸感。从这个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2个墙面，同时采用2连窗的设计，让外观节奏从校舍栋延伸到新建栋，展现了昭和初期和洋融合的风情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即视感。我们从正门进入，会先经过商店街，有咖啡界 Apple 之称的蓝瓶咖啡，有高级啤酒餐酒馆。这是一家选物店，有创意线香文创品牌。最吸引我的是这家咖啡店，它使用独特开发的乳酸发酵柑橘制作的甜点面包，看起来很赞嘞。穿过公共区域才是饭店的入口，从这里直上8楼去办入住。饭店的接待柜台在8楼，最大的惊喜也在这里。走出电梯，直接走向窗边，哇，东山和鸭川的景色尽收眼底。在市中心少有地方可以拥有这样的景色。这是下午的景观，我在晚上也来看夜景。远处灯火辉煌的建筑就是南座，是日本最古老的剧场。办好入住，我等不及了，先到传说中的3楼喝咖啡。这个贵宾酒廊开放给所有住客，无限量的供应茶、咖啡、气泡水，还有果汁和红白酒。在室内有工作区，另一侧是休闲区。户外有一个很臭的露台，露台的位置很有意思哦。这里应该是校舍栋和新建栋的连接的空间，晚上会点燃篝火。柜台有准备棉花糖可以烤着吃。阿丸对咖啡和红酒赞不绝口，这个酒廊真的很加分。在校舍栋的3楼还有一个必须参访的空间，从贵宾酒廊出来右转往校舍栋走，走道设计很简洁，就是要还原校舍走廊当时的样态。Retreat Room， 这是什么空间？这段走廊记录了和洋融合的设计。左手边就是入口立面看到的连续拱形窗，属于西式风格。右手边是木柱和格子窗，是典型的京都风格。这是一间好大的榻榻米房间哦，做什么用的呢？ GQ 西组是自立自强，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教室吗？这间占地60张榻榻米的大广间是书记屋风格，正前方是床之间，旁边是书架书房。当时是讲授道德与礼仪的地方。说明上提到历程的精神是善待他人而不欺骗他人，把教育的目标当作校名，可以见得对孩子的期许有多明白。这里被完好的保留下来，变成了可以体验瑜伽、抄经、冥想等活动的场所，还不定期会有能剧等传统艺术表演。订房的时候可以参考官网的讯息，不要错过演出哦。我还发现木格子窗上的玻璃有部分保留了当时的昭和型板玻璃，真是处处有惊喜。所以住在这里一定要来逛逛拍照，浓浓的怀旧氛围映衬着现代生活，新旧之间和谐交融。楼梯间铜质扶手应该也是当时留下的。从挑高的长窗往外望，广场上都是年轻的孩子，他们喜欢这里哈。我觉得这个广场的设计太厉害了，连接了旧记忆与新生活。位于新建栋1楼的历城图书馆是一定要去拜访的，住客每次可以出借3本书，但是要先到8楼柜台取得借书卡。
读书会原木集中，这里有3000本藏书，精心选出500册，展现3个主题，包括与地方历史发展相关的历城小学 DNA， 与巷弄街道有关的京都散步，还有饮食。这里童书也不少。这些是新到的图书，我想看书架上最上层这本名为《京都》的书，图书馆员很 nice， 立刻帮我取下。这本书透过摄影师的眼睛，从2005年的时间角度来导读新旧的京都。好巧哦，里面就有一张历城小学的照片，突然有一种感动。合上书，我却找到书上同一个角度留下这一张2003年的影像。我没有宫头间的龙马情节，但是从这一刻起，却好像有了高濑川情节。这就是旅游的魅力吧。好咯，我玩够了，终于要来开箱房间了。京都有2间由废校小学再生的高级旅宿，高濑川的 Gay Hotel 和 The Hotel 青龙，两者的改造理念不同，青龙饭店更高级，为住客独有。因为我喜欢高濑川还原社区功能的改造理念，所以选择它。我是在 Agoda 上面订的。我最早订房的时候，当时可以选择的房间只剩1间，最低房价也是最小房型的，花了台币6435元，有点心疼。结果可能是因为开花提前，或许有人退订释出吧。在29日那一天，居然看到4月10日有一间39平米的大床房的价格更低，我就赶紧调整了行程，改订这一间。当时我根本对饭店的房型没有概念，只是在心里偷笑，总算订到一间 CP 值比较高的房间了。毕竟在京都要住到39平米真的很奢侈。所以你猜猜，打开门你将看到什么？哇，空间是不是真的很宽敞？特大床、L 型沙发、大电视，还有音箱耶。后来我才搞清楚，这一间的主题是 Cinema， 提供高规格的影视享受。这一组音箱非常的顶级哦，可惜我当时不是货。Cinema 还记得吗？前面有提过，历城小学是日本人第一次看电影的地方。基于这样的连结，设计了你在这里可以爽看电影。这样顶级的音响没有体验到，真的可惜了。饭店的房型有蛮多种的选择，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。在校舍洞还有把庭院、石亭搬进房间的创意。今晚住的这个房型设计真的很舒雅，我个人蛮喜欢的。卫浴空间一样很大，洗脸盆、盥洗用品都很齐全。从大门进来，右侧有门直接走进卫浴空间，衣柜也不小，保险箱在里面哦。预测分离，感应亮灯，以为马桶盖会自动掀起来，搭配一个小号的洗手盆。旁边是浴室，有浴缸可以泡澡，沐浴用品采用全植物成分的化妆品牌。吧台有杯煮、快煮壶、冰箱、胶囊咖啡和矿泉水，还有各式的充电线。这是空气清净机。这个床头照明设计间接而且柔和，我喜欢。在这里一夜好眠，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要赶早去猕猴美术馆，所以没有订早餐。早晨喝杯咖啡就出发咯。更多京都旅宿体验旅游记一定要看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下次见咯。